大家好，我是门枪。太开心了，第3轮了。去年啊，第2轮就淘汰，非常难过。朋友们，就是这个比赛对演员的重要性来讲，就相当于1年1度的幽默高考。高考失利就是很难找到工作的，你知道吧？对我们来说，去年节目组还安慰我，他说没关系，门枪，你们啊，晋级的他们和你们淘汰的收获的东西不一样。哎，确实不一样。他们有节目，有流量，有商务。我有什么？我有空。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，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讲脱口秀，然后拍短视频那个流量也不稳定。人在极度焦虑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。我当时就特别想回企业做 HR， 我就开始投简历。我知道你们有些疑惑，收到我简历的 HR 比你们更疑惑。他们觉得有诈，觉得我在收集素材。我过去面试的时候，他一句话不说，对着我看了1分钟，他说：“门枪，摄像头在哪里？”而且我发现，就是我再也通不过面试了，因为我全职做了2年脱口秀演员之后啊，我嘴太贱。就是我很烦 HR 问我那些很虚伪的问题，很装模作样的问题。最烦的那个问题就是他会问我：“请问你怎么做好 work-life balance？” Balance 大家都懂吗？就是平衡对等的关系。我就嘴贱，我说：“哦，那请问贵司做几休几啊？”他说：“做5休啊。”我说：“啊，5:2怎么 balance？” 做5休2，你做4休3，我自己摸鱼半天 balance。你现在做5休2叫什么 balance？ 你这属于重新定义 balance， 你这个叫 new balance。而且你们发现吗？就是这句 work-life balance 永远是出现的时候英文的形式出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讲中文大家都听得出不对劲。做5休2不平等。对吧？所以英文在职场里面往往一直起到一个美化的作用，啊，达不成的指标 KPI， 一帮关系不好的同事 team， 几个关系不好的 team family。老板讲话狗屁不通、前言不搭后语的时候，只需要在2句话中间加1个词就会很合理。Anyway， 我现在其实很后悔，因为当时辞职太嚣张。离职当天，老板说：“门枪，祝你越来越好，不要被资本绑架。”我说：“你阴阳怪气谁呢？不被资本绑架，我怎么越来越好？”哎，我裸辞讲脱口秀是要去勇闯娱乐圈的，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被资本绑架。我做梦都想像那些顶流一样啊，赚一些我不想赚的钱，接一些我看不上的产品代言。我准备好了，资本呢？快来绑我呀！我很乖的。快把我绑到蘑菇屋，让我过上向往的生活。更尴尬的是，现在还有很多朋友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门枪，我要不要像你一样裸辞去追求梦想？我要不要勇敢一点？”统一答复：不要，千万不要勇敢，别去信那些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不要，我够勇敢了吧？我裸辞，我当时计划去旅游，去看世界。社保断了，办不出签证。再勇敢有什么用？我只能先享受东南亚。Anyway， 还是得找工作，你知道吧？哦，我病急乱投医，我很眼红其他那些很火的脱口秀演员有戏拍，我就把我的简历投给各个剧组。
真的病急乱投医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有一个剧组，可能他们发现了我的潜力吧，让我去面试一个角色，一个流氓。哎，面试前要先化妆，妆造遮瑕4个小时哦。我看着那张脸好帅哦，但是我这个地痞流氓为什么要这么精致？啊，我脸上不应该有刀疤吗？怎么连个痘印都没有？我这么精致的流氓被判了刑，算什么呢？服美役。太虚伪了吧！你想这流氓的人物小传怎么写？此流氓乃很注重保养的流氓，不会在白天作恶，因为要防晒。晚上更不会要回家泡脚。打劫的时候说：“小妹妹，你姿色不错嘛，面膜链接交出来，来。”然后正式面试有一场戏，我要去非礼女主，是的，我还是个色魔。就当时设计师，我要掐她脖子，要动手，朋友们，动手哎，我不会，我上海人，我不动。然后我就轻轻搭上去，导演说不行，要真实，要用力，然后用力试了一下，导演说不行，你掐的不好看。我说啥意思？他说你呀，把它掐出双下巴了。我说，我不是要真实吗？存在这样的流氓吗？哎，你叫破喉咙都没有，双下巴，不好意思，我这。然后导演还继续给我讲戏，要用力，但不能太用力。要真实，但不能太真实。你嘴脸要丑恶，但画面要好看。我越听越害怕，感觉穿越回去上班了。这种矛盾的需求不都是客户总监提的吗？啊，难怪呢，总监跟导演的英文都叫 director。最后啊，剧组没有要我，因为呢，他们把我这个流氓的角色给了一个关系户。现在当流氓还要走关系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社会有点太虚伪了。虽然我理解大家有苦衷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试试看真实的表达，今年能不能让我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？如果不能，我也虚伪。但是放心，我会控制好真实和虚伪的比例，5:2，达到一个 balance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门枪。谢谢门枪。喜欢门枪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门枪。哇，这个先问问任科吧，这个英文这一块你肯定是颇有共鸣哈。Okay, so, well, yeah, 你在表演的时候特别有腔调。OK, Okay, wonderful. sure. And Anyway 啊。门枪演的好好，今天，而且今天好有能量啊你！对，我刚才看你坐在那儿的时候，你整个人都是这样子坐着的。我好紧张，我今天。因为我们一起拍过那个采访。对。我能感觉到你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容易局促的人。但是今天真的很棒。哦，有可能是因为讲职场我比较就是更熟悉一点，所以我觉得很有那种有底气吧，比之前。我觉得今天是我听到的最好的，谢谢你的一场。我觉得中间的很多的点恰如其分，而且这用英文用的很妙。虽然我就是差不多能听懂，但是也都对。而且他说的双下巴，我拍戏的时候我也碰到过，那当然也能理解了，能理解，对。Anyway， 啊，两位啊，好几位，哎，我是觉得，这就是借用他刚才节目里他这个段子里自己的话，这当门枪这嘴开始贱了之后啊，一切就都回来了。我们更喜欢这样的你。好，回到他那舒适区了，这都不是舒适区，这都统治区，有点那种感觉。我昨天碰见他了，我以为是一个演员，就 idol 来了呢。确实对，啊，没想到也说脱口秀啊。哎，对。然后这个段子其实特别吃表演，而他演的是几个番儿，包括都是模仿那自己做演员的时候，他都演得非常好。谢谢。我就觉得这真的是被你感染。
是因为前面都是特别强的共鸣，我听到你演后边那个说到自己演戏的经历的时候，我隐隐都会担心你接不住前面那么强的共鸣和情绪。但我觉得你见好就收的这个能力特别强，你永远会在底上做一个 callback 也好，或者是让他回去，就是总归会让他形成一个很圆融的表演。谢谢文强，谢谢，欢迎你回到朋友身边。门枪回来了。这才是大家认识的门枪。他在台上那个演出状态就是那个熟悉的门枪，非常的优雅，然后就透露着一点小幽默。感觉这是门枪哥最好的一次3年来表演状态，现场表现非常好的，非常厉害。我其实第一季大家了解我的时候，就是我以讲职场为主。那如果我再讲职场的内容，我一定要翻出新的角度，或者是让观众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点。所以我也觉得我对这个段子有一个交代，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